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很多小镇的女孩，如果过了25岁，在外面还没有一份出色的事业，大概率是会被家人叫回去的。在老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留在父母身边，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人，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。就像我妈说的，到了什么年纪就做什么样的事情。但其实有很多小地方出来的姑娘是不想回家的，比如我。我出生的地方，出租车5块钱随便跑，散个步就能碰到很多熟人。或许是因为地方小，大家认识的概率就变大了，因此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而那些家长里短也会迅速传遍整个小镇。有人没有考上大学，多半是早恋了；有人工作3年还没结婚，应该是太挑了；有人结婚好久还没有要孩子，应该是他俩身体有问题。好像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，而他们关心你的方式，就是不断地对你输出带有偏见的人生经验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孩子都会讲话了。你看你爸妈多羡慕别人家有孙子，回家工作吧，别在外面瞎跑了。即便你有自己的打算，也很难向他们坦白。你说还没有遇到喜欢的人，他们理解为你挑剔，眼光高。你说你想多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他们说你心野不务实。所以许多小镇女孩一旦回到老家生活，就会失去自由。在家乡人保守的思想之下，他们会被迫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。于是我离开那个熟悉的地方。我的朋友常常问我一句话，即便回去了又能干什么呢？以我们各自所学的专业来说，他在家乡可选的公司只有1-2家，每年空出来的几个岗位，光是内部员工的亲戚就会占走一大半。剩下的1-2个，即便是凭借着真本事入职，也最多赚个3-4千块。但如果在大城市，选择会变多，工资会变高。相比之下，小城镇的机遇少得可怜，也大多没有那么公平。镇里的资源只有那么多，唯一的3甲医院，唯一的重点高中，唯一的购物中心，而和你分享这些资源的人又存在着复杂的关系。看病不找认识的人插队，就可能无法就诊；上学不找熟悉的人托关系，大概率去不了好的班级。如果你在老家，你不仅要和大家抢夺那些稀有的资源，你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。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镇女孩，还不如去大城市放手一搏。没错啊，在外面打拼很辛苦，挤不完的地铁，加不完的班。但我慢慢发现，这样的生活虽然有些累，但生活质量反而比家乡高出很多。我不用夹在催婚的浪潮中，不用听着身边人的闲言碎语，也不用费尽心机地处理人情往来。我可以一心打拼，然后无限地靠近我自己真正想要的那种生活。这里确实存在着风浪，但只要在这里航行，我就能感觉自己抓住了生活的舵，期待海的那一边。所以加油，你会越来越好的。